这个是 USB 的艾比摄影机。我们现在想象我们是老师哦，我们现在在教室。这个 USB 的摄影机连接到这一个转换器之后，它可以输出到你的电视，这是电视萤幕。然后呢，也可以做录影，这边是录影 SSD 卡。另外呢，这是线上教学，你也可以在 iPad 上面做直播，这是 iPad 哦，做直播都可以。看到。另外呢，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的 Google Meet 做线上教学，这个达成这个线上跟线下的一个混合教育。USB 的显微镜，各位大家好，我们在做直播使用的这个摄影机大概有几百种吧。那有的像这个 USB 的接口，比如说这个是罗技的摄影机，它是 USB 的接口。比如说像这台是专门做直播使用的，这叫做 Mimo Star， 它号称说就是电源打开来，然后呢 iPad 这边控制一下就可以上这个脸书直播或 YouTube 直播。比如说像这个是 Sony 的摄影机，它可以打开来之后，你可以按录影，就可以录影在这上面。它上面有记忆卡，也有 HDMI 输出。它本身就可以直接使用。那比如像这个 GoPro，它本身按了就可以录影，然后也有 HDMI 的输出这边。我们刚才讲那么多的摄影机有什么差异？我们以功能上面来分类来讲的话，大概就是要不要依附电脑跟自己可不可以使用来做分类。比如说像这个罗技摄影机，它自己本身是不能使用的。它必须要连接到这个电脑上面，这是电脑，我要连接到电脑，打开电脑的软体，这样子，要打开电脑软体这样子才能够使用的。它本身是无法使用，必须要透过电脑这个媒介才能使用，这叫做 USB 摄影机。像这种 Mimo Star， 它不需要依附电脑，它本身就能使用。其实啊，像这种摄影机里面，它就是一台小电脑，电脑跟摄影机含在一起。所以它不需要电脑，它就能使用，所以它就可以做录影啊、做直播啊，或者做 HDMI 输出啊等等等。以这台为例，它是没有 HDMI 输出啦，但是它可以录影啊，可以做直播。那以这个 Sony 的摄影机来说，它虽然没有办法做直播，可是它可以录影，录在这个记忆卡里面，然后呢，它可以 HDMI 输出。那我们通常会利用它的 HDMI 的输出，然后呢，连接视讯截取卡进入电脑做直播。所以啊，在2020年那个时候，这个 COVID-19 刚起来的时候，大家欧美人士啊，他要做一些线上直播的一些使用。那本来这种设计的是 standalone， 就是不需要电脑使用的，但是他们现在被迫说，我要做什么论啊，做 Skype 的这些视讯会议，那怎么办呢？所以那些厂商他们会将这个 Mimo Star 把它改一些韧体。让这些韧体就是依附在变成 Webcam 的模式，连接到电脑做使用。这时候它就退化成一个 Webcam 到这个电脑做使用，这样子。像 Sony 的摄影机，它虽然没有 Webcam 输出，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的 HDMI 输出，连接视讯的截取卡进入电脑去做这个 Google Meet 或者是 Skype 上面的一个视讯会议的使用。这时候他们的应用就颠倒咯。原本这是台小电脑，它就退化成一个 Webcam， 连接到电脑去做 Skype 啊，或做 Google Meet 的这个视讯会议。现在这已经不流行了。有没有办法做个颠倒的实验，就是让这个 USB Webcam 不要连接电脑，就可以变成摄影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的想法是说，可不可以让你的 USB 摄影机不要透过电脑？然后连接一个盒子之后，然后呢，这个盒子连接之后，它就可以变成一个 GoPro 啊，变成是一个 Sony 的摄影机啊，录影啊，连接这个记忆卡做录影啊。然后呢，它本身有 HDMI 的输出啊，也可以在这个 iPhone 上面做直播，或者是 iPad 上面做直播啊。好，今天我们就要介绍我们公司一个产品，我们开发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产品，叫做USB 摄影机的转换器。将这个 USB 摄影机连到这一个 USB 摄影机转换器上面，这边有个叫 USB 摄影机 Input 接进来，
接进来之后可以做什么事？它可以做很多事。第一个，它可以做录影，接记忆卡就可以录影了，这样子。然后呢，它还有一路是可以接 iOS 就是可以接到这个 iPad 或者是 iPhone 上面做直播，还有可以做 HDMI 的输出连接到电视，还有一路的 UVC Webcam 的 Bypass 的输出。我这样子接起来之后，是不是就等效于这样子的 Sony 的摄影机？我不用电脑啊，我打开来就可以类似这样的功能啊，可以做录影啊，可以 HDMI 输出啊，然后我还可以多出比它更多的功能，我还可以在 iOS 上面做直播，还有 Webcam UVC 的输出都可以。所以说啊，这个 USB 摄影机转换器可以让一般的 USB 摄影机变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好，我们来实际实验看看。我们先上电源，这个是5伏特的电源，接上去。然后呢，这边连接 HDMI， 我们先看电视有没有画面。好，打开电视。好，你看有画面嘛，对不对？也有声音哦。嗨，我把声音关掉。这一支，它可以接 iOS， 这是接 iPad， 接上来 iPad。然后它还可以接你的电脑做 UVC output， 它有个 bypass UVC 出来。好，这时候电脑你就打开那个 OBS 就看得到了。打开 OBS， 然后呢，新增视讯装置，去抓 USB 3.0 的。好，看到了没 ？OK， 要去抓声音，去抓 USB 的3.0 这一支的声音。好，你看就有画面咯。你看就一起啊，这样子。我们最后再打开这个 APP MediaLink Switcher， 这边也可以在这个 iPad 上面做直播。你看到一样哦。好，我们再做录影，这样子做录影哦，录影到这个记忆卡上面去。好。电脑 OBS 使用 ，iPad 上面可以做直播 ，HDMI 的输出，还有做录影的使用。那一定有人说，那这样的应用是要干嘛？就是我干嘛将你的 USB 的摄影机转换来转换去呢 ？OK， 其实这样子的，我们一般的定义这个 USB 的摄影机，它就只能附着在这个电脑上面使用。经过我们这一个转换器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录影在这个盒子上面，也可以直接 HDMI 输出，其实就可以不用到电脑。那有一些应用场合啊，比如说像这个学校教育的这个显微镜，好，这个 USB 的显微镜，我假如连接上去之后，我就可以不用透过电脑了，我就可以，你看我换一给你看了，这是 USB 的显微镜。显微镜树叶这样子，好，那也可以在 iPad 上面做直播，然后呢，你也可以在这个电脑 OBS 上面这都可以的，好，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做录影啊，按下去就录影了，录影，我们还可以连接一些教学上面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这是 USB 的文件摄影机 ，USB 的文件摄影机它是要照这个书本嘛。然后呢，可以将这个画面打到那个教室上面去。它可连接这个转换器之后，它就会在电视上显示，还可以做录影，把它按下去录影，录影在上面。然后呢，也可以在这个 iPad 上面做直播，还可以在这个 Google Meet 上面做视讯会议。你看嘛，就这样子啊。那你在教室使用，你也不见得要把电脑打开来，因为现在已经不用线上教学了，都是实体课程了嘛。你就把电脑放在旁边，关掉了，好，把这拔掉，在旁边，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你教室的电视啊，然后你也可以在 iPad 上面做直播啊，还有这个在上面做录影，这就是达成一个线上跟线下教育的一个混成的一个设备，这样子。我们再介绍一个奇怪的应用。这个是 USB 的内窥镜，它非常小哦。这是我的指头，然后这是镜头。那它的界面是 USB 的接口。那这个 USB 接口它必须要
之前要接一台电脑才能使用嘛。那我们今天接上我们这个盒子之后，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架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做这一个录影啊，一些收证的一些工作这样子。好，我们要怎么玩呢？把这个 USB 连接到这个板子上面去 ，USB in 的地方接进来。哦，这个灯亮了有没有？哦，亮了。所以呢，这一个电视可以产生这一支摄影机的画面。那我的 iPad 也可以。哦，这是 iPad。哦，也有这样子。你看啊，就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内视镜啊，这样子。那你也可以做录影哦，这边是录影，按下去就录影了。你看红灯亮了就录影，录在这一个记忆卡里面去。好，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偷拍的一个应用啦，就是放在身上，它这个摄影机非常的小啊，挂在身上露出来这样子，人家也看不出来。OK， 大概就是这样的应用咯。我们再介绍一个更奇怪的应用，比如说像这个是 HDMI 的录影盒子，这是什么意思啊？将电源插上去之后，然后 HDMI 的讯号灌进去，然后呢再加入记忆卡，然后就可以将你的摄影机的画面，或者是你的电视频道的影像的画面传到这上面做录影的动作。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利用这个东西达成这个目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这边是接一个 Webcam in 嘛，对不对？那我们 Webcam in 的地方，你就去买一个中国大陆100块台币的一个截取卡，这一支，它就可以将 HDMI in 吃进去，然后呢，在这上面录影啊，当然它也可以在电视上显示，也可以在那边做直播。好，我示范一次给你看。我用这个是 Sony 的摄影机当做视讯来源，其实你可以用电视的影像啊，比如说 DVD 的播放器啊，或者一些有的没有的都可以使用。好。把它接上来，这样子，然后呢，先将截取卡接进来，然后上电源，然后这个视讯就接给他，这样子，然后等一下它的画面就会传到这上面做录影的动作。好，我们看到，好，这个对不对？好，你就可以做录影，好，这边做录影，录在这上面，你也可以在 iPad 上面做直播，这样子，好 ，iPad 上面做直播。那当然啦，你也可以在PC 上面的 OBS 使用，好，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 DVR 的一个 PVR。所以这样的应用，这个产品就是一个 PVR， 你可以做录影的一个使用，这样子。电脑 OBS、iPad 直播，还有这个电脑 HDMI 输出，还有录影。当然啦，你还可以接 Enter Mini Pro， 这个 Enter Mini Pro 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如果大家玩过这一台视讯导播机，你可以知道说，这一台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视讯导播机，它可以吃4路的 HDMI 讯号进来，然后呢有1路的 USB 的 Webcam 输出。那我的想法就是将这个1路的 USB Webcam 连接到这上面来，然后呢这个盒子就可以做什么事情？它可以转成 HDMI 出来，也可以做录影啊，这可以补足它的不足，因为它的 Webcam 只有1个而已。所以我们经过这样连接之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 Webcam 的功能可以让它拓展出来，好吗？实验室给你看一下。Enter Mini Pro， 我先连接这一支摄影机当视讯来源，然后连接电源之后，将它的 USB-C 的 Webcam 输出连接到我们这个转接盒上面去。好，然后最后上电源。好，我们选择 Channel One 这样子。等到这个灯亮了就可以使用。大概10秒钟，亮了 ，OK， 所以这画面是来自于这支摄影机，你可以这边做切换，这样子。那一样的道理，这个 Enter Mini Pro 它本身接的 Webcam 出来之后，它没办法录影哦，但是接上我们的转换盒之后，它就可以录影了。你看，它这边就可以录影，我们可以按下去，录影，红红的灯，这边有个红灯，然后呢？它本身还可以 iPad 输出，那还有1路的 bypass OBS 出来，或者是你去用那个 Google Meet 啊，什么等等都可以使用。我用 OBS 做代替，这样子，这样就让你的 Enter Mini Pro 的效用达到极大化。
UVC 输出连接电脑 ，iPad 可以做直播使用，还有电脑输出，还有这个录影。以前这种 USB 的摄影机跟这一种直播的摄影机是一个地垒分明的，因为它可以本身就可以直接使用，它这个东西必须要依附电脑。我们今天研发出这一个 USB 直播设备转换器之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个传统这种很简单的这种 USB Webcam 变成更富有弹性，可以做录影啊，可以做 HDMI 输出，也可以做这个 iPad 上面直播，也可以在 OBS 上面显示。以我现在为例，我现在是连接显微镜嘛，好，那当然了，我们上一次有介绍说，我连接一支一般的 Webcam， 然后放在车子上面做行车记录器。那当然这是很瞎的应用，只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 Webcam 已经变成是一个主动的东西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已经颠覆我们的想象。我们公司要创造的就是不一样的一个颠覆的想法，所以我们设计出这样的产品出来。我敢说，这个产品就是全世界唯一独一无二的。谢谢大家。